Hello， 大家好。因为前阵子拍了一些卸妆伤肌肤的主题，所以就有很多的小博士来询问我说，那我擦什么什么粉饼，什么什么粉饼，是不是就不用卸妆？我就问他们说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因为我记得我只有说过矿物粉底的散粉类可以不用卸妆，但是我不记得我有讲过粉饼不用卸妆这件事情。因为有些医生呢，他们会讲说干粉类的粉饼是不需要卸妆的。那这一点呢，其实在以前我都很认同。可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潮流的改变，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粉饼开始主打的它是 long stay 的，或者是防水、防油以及持久的效果，所以会导致现在的粉饼啊成分越来越复杂。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以前我记得大概10年前的时候，我看市面上面的粉饼成分大概不外乎就是20几种。可是现在啊，你去看市面上面的粉饼，其实很多都超过40种以上。粉饼跟粉底液以及粉霜的差异性，其实随着时代来讲，它们的差异性已经越来越少。因为大家也不可能会接受粉饼擦在脸上，大概3、4个小时之后就脱妆吧。厂商他们当然也知道啊，所以就会推出越来越多粉饼是可以持妆、抗油、抗汗、抗水。那么这一些呢，成分很复杂的，或者是主打抗水、抗汗、抗油，以及12小时、24小时 long stay 的粉底，它们是不是真的像以前的粉饼一样不用卸妆？今天呢，我就实际实验给你们看。这一次呢，做示范的是我们自己蛮喜欢的一块粉饼，是 Super Stay 的。那它就是我所谓的很持久的粉饼，但是它的成分并不复杂啦，只是它真的是蛮抗油抗汗的。我先脸上两边都上满满的粉饼。粉饼其实虽然是干粉类的，可是随着时间我们肌肤出油了之后，我们肌肤提供的油分跟粉饼的成分一混合，基本上就是粉底液了。因为粉底液跟粉饼的差别就是差在里面水分跟油分的多寡而已。那我们脸上自然而然就会提供这样子的油分跟水分进粉底里。好了，其实在上粉饼的时候，比起使用粉扑，我自己是更喜欢使用植村秀他们家的55刷，上起来的妆感会更好。它对于毛孔的修饰啊，以及那种平滑度展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。只是麻烦的是它很难带出门而已。而且这块粉饼的遮瑕度超好，擦上去根本完全无瑕，我连我的肤色都快看不见了，整个也太无瑕了吧！好 ，OK， 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接下来经过1天之后，我就要来实测看看，到底他们卸不卸妆，有没有差别。回来了，现在是晚上的，你看一下，10点41分左右。然后今天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尴尬的事情。就是因为为了要测试粉饼，所以我今天上的量没有很薄。今天一整天下来呢，我只有在中午吃完饭的时候补了一下鼻翼跟唇周边的粉底，其他地方都没有补。所以最重要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两颊。现在目前一整天下来，妆还剩多少？我们用显微镜来看。好，我们先用显微镜看一下，目前妆在脸上的量还有多少？还蛮多的，你可以看到整个都覆盖在表面，可以看到皮肤的颜色还是被遮盖的还蛮好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就要去洗脸了。而洗脸的部分呢，我会一边使用洗面乳洗脸，一边呢用卸妆来卸。而洗面乳这一次呢，我会使用一个比较强力的，大概是我近期用过最强力的佩尔家的洗面乳。我自己平常是不太会用这一条啦，因为真的对我来讲有点太强了。可是我就来试试看，这么强力的洗面乳来对抗这么 long stay 的粉底，到底粉饼能不能被洗面乳洗得掉？好，我左半边用佩尔 Acne 他们家的洗面乳洗脸。然后我现在这半边，因为刚刚录影没按到，所以我已经开始洗了。反正我就是用这一条洗我左半边的脸。然后另外半边呢，用 Free Plus 他们家很温和的卸妆产品，试试看能不能够卸得掉这块粉饼。把脸上的水分擦干，接下来呢，就直接用显微镜来看一下，
两边的差异，这边呢是用洗面乳洗的，这边呢是用卸妆乳卸的。可以看到卸妆乳这边的毛孔看起来蛮干净的，好，这就是干净的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另一边用洗面乳洗的，这洗面乳洗完之后，我现在整个脸好干哦，但因为它真的很强力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这是它洗完的样子，你可以看到皮肤的表面看起来是还好，但是毛孔的地方放大看就会发现，可以看到毛孔的位置其实还是卡了不少的粉在里面。而粉饼用卸妆乳卸妆完之后的情形，在显微镜下面看起来，就是蛮干净的，有恢复到素颜的状态了，而且毛孔的部分以及毛发根部的部分也都蛮干净的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因为现在的粉饼啊越出越新，越来越多科技跟技术在里面了，导致粉饼现在的持妆度以及贴肤性根本就不输粉底液跟粉霜。因此，如果你在挑粉饼的时候，你是挑那种成分很复杂的，超过30-40种的，或者是你挑的是 long stay 的这种持久型的，抗汗、抗水、抗污、抗油这一类型的持妆粉饼，那么也许你的洗面乳就不一定能够洗得干净。当然，残留一点点在毛孔里是还好啦，可是残留太多，长时间下来绝对对肌肤是不健康的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如果你在挑选粉饼的时候，你挑的是成分单纯而且持妆度不高的粉饼，那么洗面乳从刚刚的结果看起来，应该是可以推断是洗得掉的。但如果你使用的是持妆的，或者是成分复杂的，那么也许还是卸妆对你的肌肤会好一点哦。可是卸妆基本上还是要挑比较温和的、对肌肤友善的产品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皮肤炎的人的话，我今天还是要再次强调，你应该要使用矿物散粉，而不是一般的粉底产品。好，以上的结果呢，可能跟你原先预想的或在网络上看到的资料有点不太一样，但希望你喜欢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相信对你都是有帮助的。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频道。我是 Ivan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这块粉饼我其实真的还蛮喜欢的，它的成分其实比它自己这个品牌的 Super Stay 的粉底液成分来得好。像我记得它的粉底液的成分我大概给到3分吧，可是它的粉饼的成分我会给到4分。而刚刚看到那款洗面乳，我没有很推荐，因为对我来讲真的太强力太干了，脸会很紧绷。希望厂商不要看到最后。